关注总舵主，啥菜你都会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。年夜饭的餐桌上，鸡鸭鹅必须得有，但是这个鸭子怎样做好吃呢？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的白切鸭，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白胖的鸭子，这是我前几天在社区团购上买的鸭子，看着还不错。这个一共3斤多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这个鸭子先给它解冻一下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个白切鸭的蘸料。准备几块老姜，去皮后用刀背给它拍成姜蓉。注意，这个姜蓉一定要是用刀拍出来的，如果是切出来的姜粒的话是非常不好的。把这个老姜拍成姜蓉之后，再用刀给它稍微的再剁碎一点。剁好了之后，取一个小碗，给它先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的小葱，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了之后，和姜蓉放在一起。接下来热锅烧油，给它烧至6成油温，然后将热油浇到碗里面，激发出姜葱的香味，然后再加适量的盐焗鸡粉进行调味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就这样，这个白切蘸料的姜葱蓉就已经做好了。好了，这时候的鸭子已经是解冻完了，我们先给它清理一下，把鸭子身上残留的鸭毛给它再次的处理一下，还有里面的腹腔都要给它清理一遍，把什么鸭肺啊什么都要抠出来。紧接着我们起锅烧一大锅的水，接下来我们来一点点的盐，增加这个汤水的底味，还有这个姜葱给它搞下去。在这里要说一下，我们在煮白切鸭或者白切鸡的时候，一定要用这种似开非开的水温去浸熟，避免锅中的水大开，防止食材变老。接下来的步骤注意看，先把这个鸭子放下去，然后再给它提起来，接着我们再给它泡下去，然后再一次的提起来，给它这样子重复的操作3次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起3落进行吊水处理，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它收紧鸭皮，同样的话可以平衡腹腔内外的一个水温能达到一致。教做菜我是认真的，如果教做菜连这些细节都不讲的话，那真的是耍流氓了。经过3起3落后，腹腔的温度已经达到一致了，把鸭子放到锅里面开始煮制。这个鸭子大小刚刚好，再大一点的话锅子就放不下了。把鸭子下锅之后，这个水温会下降的，然后把火重新的烧开，一定要记得烧开了之后立刻转为最小火，全程的给它保持似开非开的状态，水温大概是90度这样子，就如视频这样子，有点小气泡冒起来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水不能沸腾，如果一沸腾，这个食材就煮老了。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全程的恒温焖煮，浸煮的时间大概控制在2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时辰已到，这时候已经是浸煮了25分钟多了。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怎样去分辨它成熟没有呢？就用一根竹签在鸭的腿部最后的地方插进去，没有血水流出，那就代表熟了。现在这个鸭子已经是浸熟了，给它捞起来，准备一盘凉水，然后再加一点冰块进来，把煮熟的鸭子放下去，快速的投凉降温。鸭子在遇冷收缩后，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紧致嫩滑。等到鸭子完全的凉透了之后，开始砍件。
看都看到这里了，小弟又来跟大家要双击来了。拍摄不易，能否给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呢？真心感谢您了，您就给一个吧，给一个您就给一个好不好？最后将砍好的鸭块用碗将它倒扣过来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这一款白切鸭就已经做好了。这个做法其实做法非常简单的，同样这个做法也适用于广东的传统白切鸡。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在浸煮的过程中切记不能大火，否则容易将食材煮老。用似开非开的水温将它浸熟，这样煮出来的食材才够滑嫩。再搭配这个蘸料，真的是超级 very good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